丛林盆景有很多种玩法，喜欢它可以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，像这种把几棵三角枫捆绑在一起，愈合后就形成了一本多干。除了三角枫，很多愈合能力稍强的树种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。制作最好是从小苗开始，1年左右就可以愈合。接下来就可以按丛林的规则对每棵树进行定向的控养，一本多干丛林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显露出来。这一盆是按3棵一组，3组组合在一起形成的。选择几棵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这样是做丛林盆景最简单的方法。三角形的组合一般可以避免3树一线的排列。为什么丛林盆景的布局要求树的数量是奇数？主要就是避开这种机械式的排列。这一盆现在是8棵树，失去的一棵没有进行再补，原因是没有形成3点一线的排列。做完盆景要记住这些规则，但不必硬套，在制作中树的布局看上去自然就可以。我说完这种丛林简单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从根盘开始，树向外倾斜，从辐射状布局。树之间的变化角度不大，从任意角度看上去重心不会偏离。重点是要有粗细变化、高低相差、前后错落及相互呼应的关系。这棵就是主树，形成了树之间的粗细变化。丛林盆景相对于其他形式在调整和修剪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像这种重生的一本多干丛林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，这是几棵树在不同位置的变化，每一个变法都会呈现出不同的丛林空间，或者是丛林的景象。对枝条的调整就是形成向外辐射状，修剪就是剪掉过长、生长过快的枝，保持从每一个角度看上去总体的重心不会出现偏移。听起来感觉有点难，操作中断断盆景，每一个角度就一目了然了。按照上面说的调整和修剪的方法，应该是很简单的。顶是生长最快的，也是控养的重点。像这种重生枝，只能留1到2个枝条。每次修剪留1个枝节。像这个顶就明显增多过快，这个顶形成了对称枝。剪掉就可以控制整个顶的生长。像这种结成芽的树种，节点之多就会产生膨大变形。剪掉强势枝，生长就会减弱。在同一空间和睦相处才有舒适感，人是如此。在丛林盆景中，相邻树的树枝交错分布，相互呼应，才会有和谐。修剪不单是剪长或生长旺盛的枝，要兼顾这种枝的交错或呼应的关系。修剪要把枝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生长，而不占用其他枝条的空间。剪掉这个枝，改变它的生长方向，才会有枝条的交错分布。在盆景修剪中，方法很重要，有足够的耐心也同样重要。对枝条的取舍把握不准，可以反一步，分几次剪，有后悔的余地；不剪，始终不知如何下手。修剪之后，这些枝条的层次感和空间的分布就变得清晰明了了。丛林盆景是剪和掉杂结合形成的，修剪可以改变枝条的生长方向，控制枝条的生长，保持成型同步。掉落和旁杂也同样如此。三角枫的枝条比较脆，盆土偏干的时候，或者是每年的10月份进行操作是比较好的。用旁杂改变枝条的生长方向。三角枫生长很快，一旦出现线丝，就要把女丝拆掉。对丛林盆景局部修剪之后，
再从总体上修剪一次。像这种丛林成型的目标呈伞状。玩这种丛林盆景全当练手，主要是对根盘的培养。要形成板状的根盘需要时间，控制枝干生长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。不剪了，再剪又该说是一剪没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三九弄茶，下期见。